身為一個技術主管，最近 AI 市場最讓人頭痛的問題，早就不是誰家的模型比較厲害了。真正的問題是，像 Anthropic 這種基礎模型公司，是不是已經開始想要跳過 Palantir 這種平台，直接來搶我們的企業客戶了？好，今天我們就來把這場 AI 戰爭的底層邏輯，把它拆開來看個究竟。過去這一年 Palantir 靠着它的 AI 平台，估值真的是一飛沖天。但問題來了，像 Cloud 這種模型現在越來越強，尤其在處理超長文件還有執行複雜任務上，進步的嚇死人。那這就讓我們不得不問自己一個很現實的問題：我們公司真的還需要花大錢去買一個昂貴的平台嗎？還是說我們直接用這些超強的模型就能搞定一切了？好，那我們該怎麼做出正確的決定？接下來我們會一步一步來分析。首先，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所謂的平台困境到底是怎麼回事，然後比較一下這兩種核心策略，也就是堡壘跟工具箱。接着，我們會講到最關鍵的就是數據。最後，我會給你一個非常實用的決策框架，甚至是一本行動手冊，讓你帶着走。OK， 說到底，這一場競爭的核心其實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 AI 導入哲學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，你是要打造一座銅牆鐵壁的堡壘，還是說你手上只需要一套靈活好用的工具箱？好，我們來仔細看一下這兩邊的差別，這個對比非常重要。你看左邊這個堡壘，也就是 Palantir 的模式，它就像一個完整的作業系統。它的核心思想是，先幫你把亂七八糟的數據結構給搞定，提供一個絕對安全、可控的環境。那右邊這個工具箱呢，就是 Anthropic 這種模型優先的玩法，它更像是一個超強的引擎，專注在讓你快速、精準地完成某一件特定的任務。那 Palantir 這座堡壘的護城河到底是什麼？關鍵就在這個詞 Ontology， 聽起來很學術，對吧？別怕，簡單來說，它就是幫你的企業打造一個數位分身。你想想看，我們公司內部的數據有多亂哦 ，ERP 有一套 ，CRM 又一套，製造系統更不用說了，資料都散落在各處。Palantir 的核心工作就是把這些全部串起來，畫成一張機器看得懂的數據地圖。當然啦，要蓋這個數位分身，前期的投入非常巨大，但是它在高風險的應用場景裡提供的穩定性，是單純一個模型遠遠比不上的。講到這裡，最關鍵的點就出來了，我們到底該選堡壘還是工具箱？答案其實不在技術本身，而是完全取決於我們的數據長什麼樣子，還有我們到底想解決什麼樣的商業問題。我們來看兩個很極端的應用場景，這樣你就懂了。你看左邊是知識型的工作，比如說幫法務部門審合約，幫行銷部門寫文案，或是做客服。這種工作的數據關係相對單純，而且說實話，就算 AI 偶爾犯點小錯，天也不會塌下來，容錯率比較高。但你再看右邊這種高風險的工業場景，像是供應鏈管理、國防工業，哇，那可不行，它需要整合一大堆超複雜的系統，而且對錯誤是零容忍，出一個錯可能就是幾百萬美金不見了。你看，這就完美說明了這兩種策略各自的戰場在哪裡。好了，既然我們知道不同場景的差異這麼大，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畫一張圖，建立一個實用的決策框架，幫助我們規劃自己的 AI 路線圖。這張圖就是我們 CIO 的決策矩陣，非常實用。我們先看左上角這個格子，如果你的數據單純，容錯率又高，那毫無疑問，絕對是模型優先方法的甜蜜點。用 Cloud 這種模型，加上簡單的 RAG 架構。RAG 簡單說，就是讓模型可以讀我們公司內部的文件啦，這樣就夠用了，又快又省錢。但你再看右下角這個格子，當你的數據超級複雜，系統需要深度整合，而且絕對不能出錯的時候，一個整合平台就變得不可或缺。這就是 Palantir 的核心價值所在。
好，有了這個戰略框架當做大方向，接下來我們需要一些更具體的工具，像是評估清單和監控指標來指導我們實際執行。在你準備簽下那張昂貴的平台合約之前，先停一下，用這個清單問自己3個 yes/no 問題。第一個問題，我要做的這件事需不需要深度整合我們公司那堆亂七八糟的系統，像是 ERP、CRM 這些。第二，這件事的容錯率是不是極低？如果搞砸了，會不會有很嚴重的營運或財務後果？第三，我需不需要非常精細而且高規格的權限控管？如果這3個問題你的答案都是 yes， 那別想了，平台方案對你來說不是一個選項，而是必需品。除了評估自己公司內部，你還得抬頭看看市場的風向。有3個指標你一定要盯着。第一，去看看 Palantir 的那些企業試用計劃，最後到底有多少比例的客戶真的掏錢簽了長期合約，這個轉換率很重要。第二，觀察那些政府和國防的大訂單，錢是流向整合平台，還是直接採購模型服務？第三，也是最關鍵的，密切注意像 Anthropic 這種模型公司，他們是不是開始自己動手往上做工作流程和數據整合層了？如果他們也開始做這個，那就代表競爭要全面升級了。綜合這些指標來看，未來大概可以推演出3種可能的劇本。最可能發生的基本盤就是市場被切成2半，平台和模型各玩各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比較悲觀的劇本是模型的能力不斷往上侵蝕，讓平台的必要性越來越低，這就會壓縮到 Palantir 的估值。當然，最樂觀的劇本就是高風險工業場景的 AI 需求全面爆發，訂單全部湧向平台廠商。說了這麼多，繞了一大圈，所以這一切的核心戰略到底是什麼？我們又該如何建立屬於自己的護城河？最後，我想送給大家一句話，你一定要記住，模型決定了你能力的上限，但數據決定了你商業價值的邊界。最終真正能夠訂立我們企業競爭優勢的，不是你選擇了哪一個 AI 模型，而是你如何去建構、去理解、去運用你自己獨有的數據。所以別再只煩惱要用哪個模型了，回頭看看自己家裡的數據，那才是你真正的護城河，你的數據策略才是一切的關鍵。